大家好，我是吴海波医生，欢迎大家来到岁月安心站。咱们今天来聊一个挺有意思，但也让不少人纠结的话题：晚上睡觉到底该不该穿袜子呢？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经历？刚躺下，脚丫子冰凉，怎么捂都捂不热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或者一听人说穿袜子睡觉影响血液循环，又赶紧把袜子脱了，结果半束脚都是凉的。更让人迷糊的是，各种说法完全相反。一边是寒从脚下生，不穿袜子睡，寒气钻进来，身体就不舒服；另一边是穿袜子睡不好，血液不流通，睡眠质量下降，听着都吓人。到底该信谁？今天在咱们岁月安心站里，我就给您把这里头的门道讲明白。您听完就知道，这袜子到底是穿还是脱，关键得看您是谁。在此之前，如果您觉得咱们聊的东西有用，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别忘了点个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以后更多实实在在的分享了。也欢迎您给视频点个赞，或者在评论区留个言，咱们一起交流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，咱们得先搞懂一个根本问题：为什么天一冷，咱们这脚就特别容易跟冰块似的？这可不仅仅是冻得那么简单，里头有咱们身体的大讲究。中医老话讲，寒从脚下生，这话真有道理。在中医看来，咱们的脚那可不仅仅是走路干活的工具，它是全身经络交汇的交通枢纽，连着咱们的心肝脾肺肾，被称为第二心脏。您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座房子，阳气就是屋里的暖气，气血就是输送暖气的能量和管道，而脚呢，就是离锅炉房最远、最靠边的那个小房间。要是一个人阳气不足，就好比锅炉总阀门开小了，屋里整体都暖和不起来；要是气血亏了，就像管道里的热水不够，或者水管堵了，暖气怎么也送不到最边角的脚上。所以您看，脚凉，尤其是常年冰凉，它往往是个信号，提醒咱们身体里头可能火力不太够，或者能量输送出了点小状况。这寒气啊，就最喜欢从脚这个后门溜进来，顺着经络往上走，悄悄影响咱们的状态。那现代医学又怎么看呢？其实道理是相通的，说得更直白些，咱们的心脏好比一个中央水泵，血液就是带着热度的暖流，脚离心脏最远，血液一路跑过来，路程长，热量散失多，本来就不容易热乎，再加上这么几个原因，就让脚更容易变成冷宫。第一，脚上脂肪薄，就像房子外墙保温层太薄，存不住热量。第二，脚上血管又多又细，天一冷，血管一收缩，血流就更慢了。第三，女同胞和老年朋友尤其明显，女性肌肉量相对少，肌肉是产热大户，老年人心脏功能和血液循环效率会自然下降，所以这两类人常常是手脚冰凉的重灾区。第四，就是一些生活习惯，比如冬天不爱动，血液循环慢，爱吃生冷食物，或者为了好看而不注意保暖，大冬天还露脚踝穿单鞋，这也容易让脚部受凉。所以说，脚凉不是小事，它是身体构造和健康状态共同作用的一面镜子。弄明白了脚为什么凉，那咱们回到核心问题，穿上袜子睡觉，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吗？它到底是怎么影响咱们身体的？您可能觉得穿袜子不就是物理保暖吗？裹上一层就不冷了。其实啊，它的作用比这要精妙得多。当您套上一双舒服的袜子，脚部皮肤感受到温暖，这个信号会立马报告给大脑里的体温调节中枢。中枢一收到前线已暖和的消息，就会下达指令：好了，末梢安全了，全身可以放松，开始散热，准备进入睡眠模式。于是脚上的毛细血管就会扩张，血流变得顺畅。这不仅仅让脚本身暖和了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启动了一个关键的睡眠开关，降低核心体温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当咱们的手脚暖和起来时，身体核心区域，比如肚子这一块的温度会适度下降，
而这个核心温度下降的过程，正是身体进入深度睡眠的强力信号。简单说就是，脚暖和了，血管扩张，身体内部温度微微下降，促进睡眠激素分泌，入睡更快，睡得更沉。所以穿对袜子睡觉，它不光是暖脚，更像是一个启动睡眠程序的按钮，通过调节全身的血液循环和体温，帮咱们获得更高质量的休息。这也就是中医里说的引火下行，把上面心浮气躁的虚火引下来，让身体达到一个平衡、宁静、适合安睡的状态。如果您是适合穿袜子的那种体质，并且坚持用对了方法，一个冬天下来，您可能会惊喜地发现身体有3个积极的变化。第一个惊喜就是跟失眠、数羊说再见，睡眠质量实实在在提高了。这对于很多因为脚冷而入睡困难的老年朋友来说，感受特别明显。脚一暖和，全身紧绷的神经和肌肉都放松了，那种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焦躁感很快就能消失。您会发现，躺下后不用花很长时间去暖热被窝了，入睡时间大大缩短，而且因为更容易进入深睡眠，半夜醒来的次数、起夜的频率都可能减少。第二天早上睁开眼，感觉头脑清醒，浑身有劲，不再是昏昏沉沉、没睡够的样子。第二个惊喜是身体好像多了层防护罩，不那么容易着凉了。寒从脚下生是经验之谈，也是科学道理。脚一受凉，会反射性的引起鼻子、喉咙这些上呼吸道黏膜的血管收缩，导致局部抵抗力下降。很多人一着凉就先流鼻涕、打喷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晚上睡觉穿上袜子，就等于给脚这个门户加了层保护，把寒气挡在外面。特别是对那些体质比较弱，一到冬天就容易不适、关节感觉僵硬的朋友来说，这个小习惯能大大帮您平稳过冬。第3个惊喜是您可能从此告别冰块手和冰块脚，全身都暖洋洋的。很多朋友，尤其是女性，冬天手脚冰凉，白天揣热水袋、戴手套都难暖过来，这主要是末梢循环不好。坚持晚上穿袜子睡觉，是对脚部血液循环一种温和而持久的改善，效果会慢慢累积。您可能会发现，不仅晚上脚是暖的，连白天手脚也没那么冷了，因为夜间的持续保暖，相当于在给您的末梢循环做长期保养，让血液能更顺畅地流到身体每一个角落。听到这，您是不是觉得这袜子睡觉好处这么多，那所有人都该赶紧穿上了？千万别这么想，任何方法都有适应的人群，弄反了，好事可能变坏事。对于下面要说的这3类朋友来说，穿袜子睡觉不仅没好处，还可能引来麻烦。大家一定要对号入座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其中一员。第一类是阴虚火旺、手脚心总发热的朋友，这类朋友和前面说的怕冷的阳虚体质正好相反，他们的典型感觉是手心、脚心、胸口总觉得热烘烘的，中医叫五心烦热，晚上睡觉容易出汗，口干想喝水，脾气也容易急躁。他们的身体本身就处在一种虚热的状态，需要散散热。如果这时候再把袜子穿上，就好比把散热通风的窗户给关严实了，把热闷在里面，只会让人更加烦躁不安，更难入睡。第二类是脚特别容易出汗，或者已经有脚部皮肤问题的朋友，这一点非常关键，却常常被忽略。如果您的脚天生汗多，或者正受脚部不适困扰，比如脚痒、脱皮等，那穿袜子睡觉就得格外小心了。您想啊，温暖、潮湿又不透气的环境是什么东西的最爱？就是真菌。被窝本身就有一定温度和湿度，再穿上一双不透气的袜子，简直就是给真菌打造了一个繁殖环境。这不但会让原来的问题变得更严重，瘙痒难忍，还可能让本来没问题的脚也出现状况。所以对这类朋友来说，保持脚部干爽透气比保暖要紧得多。第3类是本身血液循环很好、体温调节能力强的朋友，
您可能觉得奇怪，身体好还不适合吗？对一部分人来说，确实如此。我们前面说了，入睡需要核心体温适度下降，身体会聪明地通过扩张手脚血管来散热。如果您身体棒，血液循环旺，自我调节能力很强，那您的身体完全能自己搞定这个睡前降温流程。这时候，如果您非要多此一举穿上袜子，就等于把身体的天然散热器给捂住了，反而干扰了这个自然过程，可能会让您觉得燥热、不舒服，影响您进入深睡眠。所以，如果您本身睡觉脚不冷，睡得也香，那就千万别多此一举，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。说了这么多，可能还是有朋友犯嘀咕，吴医生，我好像有时怕冷，有时怕热，到底算哪一类呢？别急，我教您2个简单实用的方法，马上就能判断自己适不适合。第一招，变体质，听身体的话，咱们不用懂太深的理论，就看核心表现。如果您一到冬天就特别怕冷，手脚冰凉捂不热，脸色偏白，精神不太好，喜欢安静，那您很可能属于火力不足的阳虚体质，穿袜子睡觉对您就是雪中送炭。如果您总是手脚心发热，身体燥热，下午晚上更明显，口干、盗汗、易怒，那您可能偏向阴虚火旺，需要的是散热，光脚睡更舒服。第二招，做实验，让身体投票。如果您拿不准，那就科学实践一下，用2周时间做个对比。第1周每晚穿舒适透气的袜子睡，第2周光脚睡，用心记录下哪周入睡更快，哪周夜里醒得少，睡得沉，哪周早上起来更精神，脚的感觉是持续温暖还是闷热潮湿。2周一对比，您身体的感受就是最真实的答案，它会告诉您哪种方式更适合您。好了，体质搞清楚了，咱们再来聊聊袜子本身。一双合格的睡眠袜可不是随便什么袜子都行，它必须满足3个硬标准，选错了，好事也能变坏事。第一个标准，材质是核心，必须会呼吸，睡觉穿的袜子，透气吸湿排第一。纯棉袜柔软亲肤，吸湿好，是常见选择，但注意选织法松软稀疏的，湿了才不会紧贴皮肤变凉。羊毛或羊绒袜是冬季睡眠袜的好选择，保暖的同时透气排湿性佳，能让双脚保持干爽温暖。一定要避开的是尼龙、涤纶等化纤袜子，那就像给脚套了个塑料膜，不透气，极易闷出脚汗，滋生细菌，引发脚臭、脚部不适。第2个标准，松紧是关键，必须零束缚，这是最容易踩的坑。千万别穿白天那种紧绷的袜子睡觉，袜口太紧，就像在脚踝上勒了根皮筋，严重阻碍血液循环，结果脚不仅不暖和，还可能因为缺血变得更凉，发麻肿胀。怎么判断？穿上后，袜口和皮肤之间能轻松插进1-2根手指，脱下来后脚踝绝不能有勒痕。现在有专门的睡眠袜或老人袜，袜口都是无痕不热的设计。第3个标准，厚薄要适中，必须刚刚好，不是越厚越保暖。袜子太厚，同样影响皮肤呼吸和汗液蒸发，一觉醒来可能脚汗沉沉，反而湿冷，而且太厚可能有异物感，影响睡眠。根据卧室温度和自身感觉，选一双厚度适中的薄羊毛袜或加厚棉袜就足够了。当然，肯定有朋友就是不喜欢脚上有任何束缚，或者确实因为体质原因不适合穿袜子。没关系，咱们还有不少好方法，同样能让您双脚温暖，安然入睡。第1个法宝就是睡前的黄金15分钟热水泡脚，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到脚踝15分钟左右，身体微微出汗就好，热力能迅速扩张脚部血管，驱散全身寒气。您还可以在水里加点料，加几片生姜，驱寒力更强，放点艾草，活血通络，对关节好的朋友尤其适合。撒一小撮盐，能帮助杀菌。泡完立刻擦干净被窝，那股从脚底升起的暖流能迅速带您进入梦乡。
第二个方法是从内而外吃出温暖，天冷时适当多吃些温性的食物，比如羊肉、牛肉、韭菜、核桃、桂圆、红枣，就像给身体添了把内燃的柴火。平时泡杯红枣姜茶，暖心暖身，同时少吃生冷瓜果和冷饮，别伤了身体的阳气。第三个办法是动起来，让血液自己热起来。白天适度的运动，比如散步、快走、太极拳，能激活全身循环，提高产热能力。就算坐着，也记得每小时活动一下，勾勾脚尖，转转脚踝，都能改善下肢血液循环。第四个办法是借助安全的外力，可以用热水袋、暖脚宝或电热毯提前把被窝暖热。但这里吴医生必须郑重提醒，尤其是老年朋友，安全的用电热毯务必睡前开启，上床后关掉或调至最低档，绝对不要整夜开着，以防低温烫伤和安全隐患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在岁月安心站关于睡觉穿不穿袜子的分享就快到尾声了。最后，咱们一起把最核心的重点捋一捋，您记牢这几点，就不会再纠结了。第一点，也是根本点，穿不穿看体质。手脚冰凉、怕冷的阳虚朋友，穿袜睡是养护，建议穿；手脚心发热、爱出汗的阴虚朋友，或有脚部皮肤问题的朋友，光脚睡才舒服，最好别穿。第二点，选袜子盯准3要素，材质要透气，纯棉羊毛是优选，松紧要适度，袜口绝不能勒，厚薄要合适，不是越厚越好。第三点，还有几个关键提醒，请您务必放在心上。一是卫生问题，睡觉务必换穿干净的专用袜，千万别把白天穿过的脏袜子带进被窝。二是特殊人群，糖尿病患者脚部感觉迟钝，选袜子要极其宽松，并且每天检查脚部皮肤，防止因勒伤、压迫而不自知，造成严重后果。三是尊重身体感受，任何方法都不是绝对的，穿几天觉得睡得好就坚持，觉得不舒服就换，身体的舒适感是最高标准。四是要警惕异常信号，如果脚凉的同时还伴有麻木、疼痛、皮肤颜色改变，或者走路一段就腿疼，那可能不是简单的体寒，需要尽快去医院检查，排除血管方面的疾病。希望今天吴海波医生在岁月安心站的这番分享，能真正帮到大家，解开您心中的疙瘩。养生没有千篇一律的公式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今晚愿您无论穿袜与否，都能双脚温暖，一夜安眠到天亮。咱们下期再见。